一生伙伴，类别漫天花雨，一面旗帜见证自由欢笑。英雄暂别舞台，热血永不熄灭，将继续在这片土地自由昂扬地颂唱下去。大家好，我是朱伟本，海贼王1057话周末已经更新，合作国篇完结撒花。本页继续连载故事《吉尔玛无感情海游记》第16期。就在卡塔库利朝着吉尔玛发起猛攻时，躲在暗处的凯撒库朗出手了，毒气瓦斯瞬间侵入战场，让这场混战更加混乱。他到底想做什么？三位线的袅袅琴音拨动着新生的战歌，漫天樱花抚过了大地，讲述着崭新的传说。天昏地暗鬼知道，狂风呼啸雨倾盆，青龙咆哮声，野兽齐欢腾。偏偏红叶长，染红任无感，是要完成光月御田的未尽之志。豪迈的忠臣们就此登场，舞台前座无虚席，人们欢呼着嗤笑。那百听不厌的是这个国家重获自由的冒险传说。鄙人才疏学浅，还望诸位海涵聆听。一切始于火焰祭典的傍晚。此时，兔晚长影港边的森林中，一个庞大身影正在狂奔。什么？你不出海吗，大河？没错，我不走了。我也已经跟路飞他们说过了。为了赶上路飞，桃之助变身巨龙，全力冲向港口。然而大河的决定出人意料。这样真的好吗？大河会给你们添麻烦吗？这倒不会，你留下来，我们也安心。只是刚才听你说已经决定了之类的话，还以为……大河淡淡的表明自己的想法。当年玉田的故事始于游历和之国，现在自己对这个世界还一无所知，还需要继续增长见识，就像玉田曾经走过的轨迹一样，然后有朝一日再出海。听完大河的解释，桃子相信他之前已经跟路飞说得很清楚了，心里更加不是滋味，难以置信，你已经跟路飞他们说了这么多，那我就更生气了。直到最后还把在下当笨蛋一样戏耍，为什么唯独我们两个人一句话也不肯说？脑海中与路飞的一切过往一一浮现，将桃子拉回遥远而清晰的记忆。玉田城大火的那天，凯多掐着他的脖子，肆意辱骂着父亲玉田，他却毫无还手之力，只能在恐惧中诅咒自己的弱小。再后来，他在庞克哈萨德深不见底的废弃坑洞中遇见了内林草帽。你是何人？我叫路飞。来自不同世界的两人在争吵中相识。你是武士又怎么样？我将来还会成为海贼王呢。那么我有一天会成为和之国的将军。你这个大傻瓜！那是什么啊？你这鳗鱼，给我放尊重点！你这猴子！集结在金鱼之树的姻缘于泪水中成长。你只是个装饰品吗？桃子一天到晚只会哭。我想打倒凯多。那我们联手吧，我们是同盟了。那舍弃性命的不屈呐喊，闪烁着暴雨也无法熄灭的希望火光。这个笨蛋胆小鬼，你不过只是个会说大话的扎着发髻的小鬼，想办法活下去，我们会去救你的，因为我们是朋友。在生与死的绝望关头，见证继承意志的全部决心。那我再问你一次，小鬼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光月桃之助，是会成为和之国将军的男人。并肩奋战在鬼岛苍穹，是直面大海皇帝的滚烫勇气。那就上吧，你能飞的。好，就让鬼岛停下来吧。凯多就交给我，我一定会赢的。这一路走来，历经无数冒险，如果一定要给这漫长的旅途画上句号，绝不是现在的不告而别。桃之助气呼呼地往港口狂奔，难道这份情谊已经被路飞抛下了吗？他不明白路飞究竟是残忍无情，亦或是鲁莽无礼，只想亲耳听到他的回答。警卫们十分认同桃子的想法，只是好奇为什么他不飞起来呢？桃之助大人现在是和之国的将军，我们去问问路飞阁下有什么解释，然后再决定要怎么办。没错，这才是武士道。路飞，我以为你说过我们是朋友的，你们不至于要这么生气吧？他对我无礼，不可原谅，我要揍他一顿，再咬他一口。此时的长影港边，三个海贼团已经完成了最后的出航准备。下次见面，我们就是敌人了。要是被我们杀了，可别抱怨。这是当然。再见了，特拉南。闭嘴，准备开船吧。众人正打算离开，突然听到远处一声大喊，吸引了草帽一伙的注意。路飞回头一看，只见一头桃红巨龙气呼呼地从森林里冲出，朝着万里阳光号而来。你们这些家伙，喂，我们来送你们啦！桃之助，警卫们，大河将！桃之助突然变回人形，直接扑向岸边的路飞。大河轻昵地喊着路飞的名字，紧随其后。桃子把路飞死死按住，差点无法呼吸。警卫们生气地拔出刀剑，质问道：路飞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我们两个跟你在一起最久，你却一声不吭的就走了。将军现在大怒，快做出解释！现在不是见到了吗？桃之助怨念深重地盯着路飞，嘴里念叨着什么。路飞，这是将军的命令，求你们不要走，我会寂寞的，好想永远跟你们在一起，别丢下我啊！多亏了你们，我们才活下来，多亏了你们，我们才有笑容。谢谢你们帮我为父母报仇，在下是笨蛋，不知道要怎么表达才好，我好害怕未来，所以求求你们不要走。原来所有的怨气都来源自被抛下的恐惧，原来所有的不甘都只因为离别的痛苦。桃之助真情流露，泪水决堤，所有伙伴都看在眼里，真是不像话啊！桃子还只是个小孩子吗？路飞扭头喊向乌索普，拿出了准备已久的东西。桃之助突然眼前一黑，被一团巨大的物体盖住。
我们在这里等着，是因为我想把这个交给你。摆什么将军架子呢，桃子？就算你突然变大变厉害，我们也知道你的本性。你是个傻瓜，还是个胆小鬼？但是我把你当成我的弟弟。桃之助抹着眼泪，摊开路飞的礼物，是一面巨大的草帽海贼团旗帜。难过的时候就想想你在海上冒险，把这个挂在和之国里。要是以后有什么危险的家伙来了，就给他们看这个，告诉他们，要是敢对我的同伴出手，就是跟我们一伙作对。那顶草帽的身影背后，是令人无比信赖的强大力量，即便跨越大海，依然守护着这片土地。在下也是同伴吗？警卫们，大和、桃子，要是你们哪天打算成为海贼，我随时可以来接你们。好耶！但是胆小鬼不许上船，就拜托你了，大和。没问题。路飞振臂一呼，万里阳光号驶向大海，新的冒险徐徐展开。桃之助跪谢在地上，久久不能平静。三人目送着草帽一伙消失在蔚蓝的远方。警卫们，在下总有一天定会超越光月玉天，在下会伴您左右，见证那一天的。超越我吗？才不是！按照之前得到的情报，娜美打算前往白雾，利用前港的升降机让船平安地落到海面。布鲁克和乔巴一副劫后余生的样子，原本以为从瀑布上来的还要重新跳下去呢。啊，你们要走正常港口啊？说的也是，毕竟安全些没什么错吧？正好适合你们这些低等海贼。关键词一出，仿佛按到了电门，立刻刺激到路飞和罗敏感脆弱的小神经。安全？才不要什么安全！喂，路飞，安全些没什么错吧？别上当啊！船长，你那是什么表情？我们走正常港口就好了啊！路飞一把夺过圣瓶的舵盘，开始和之国最后的疯狂。在一片分不清惊呼和惨叫的哭喊中，万里阳光号、极地潜水号以及维多利亚朋克号一起冲出瀑布，冲向天空。上了！不要啊，我们会死的！这响彻天际的尖叫声是英雄传说的终极绝唱，史诗般的冒险故事将继续传颂下去。桃之助大人和警卫们带来的罪犯们大显身手，他们像真正的冥王一样大开杀戒，即便是龙王凯多和妖怪大花鬼也敌不过他们。最终决战之时，天都被劈开了，话分两头，快被大火烧死的大蛇被横椅支撑着朝日和公主扑去。然而刀光一闪，光月玉田的2号加成船次郎登场，熊熊燃烧的最后一颗脑袋也被砍落。黑炭大蛇的故事就此落幕。突然雷声大作，与鬼岛一起坠落的还有龙王凯多。笼罩在和之国上空20多年的乌云逐渐消散，激情澎湃的讲演，台下鸦雀无声，紧张的听着故事到达高潮之时。你听，在花之都祭典的欢声中，突然传出一个声音，难以置信，是被大火烧尽的大蛇。他在最后时刻说道：“黑炭家的怨念将世世代代诅咒这个国家。”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黑炭大蛇选择用最恶毒的言语继续伤害着这个国家。日和盯着被逐渐烧成灰烬的怪物，脸上浮现的是和之国过去20年的苦痛。此刻他的眼神之中没有丝毫胆怯。日和推开船次郎双手的保护，再次直面烈火焚烧的大蛇，半步不退。他手握光月交纹的纸扇，将积累20年的悲怆化作一声怒吼，记述着对父亲、母亲、兄长以及过去国家的思念，昂首挺胸，一声倾吐。全场百姓起身欢呼，无比期待的那一刻终于到来，就像当年辅佐之行最后的豪迈。好了，接下来请大家跟在下一起说：何物须放火中烧？当然黑炭是也。饱含着无数深情与满怀思念，记述着所有意志与殷切渴望，堂堂正正、意气昂扬的驱走笼罩这个国家的所有阴霾。烈焰中的大蛇终于随着一缕黑烟彻底消散。即便这个故事已经听过无数次，即便这个故事还会继续讲述无数次，依然值得一次又一次的欢呼雀跃。人间正道，英雄热血与真情泪水从不冰凉。有12刻火焰鹰，仇人敌将皆肃清。逆月照耀港口处，传世美谈风雪路。这就是一代名武士们让反击之花悄然绽放的悲壮物语。桃之助、大和与警卫们回到都城，朝着将军府走去。现在他们有一个任务需要完成，把旗帜挂在哪里好呢？和之国这场大戏终于落下帷幕，稍微占用了一点时间，现在请稍作休息吧。来日若有机会，愿诸位再临。樱花飘舞的国度正在自由地迎向未来。以上就是海贼王1057话的全部内容啦，下周不休刊。从2018年7月2日的909话开始连载，和之国篇终于在本话完结。这个篇章的结局，尾田用讲故事和回忆杀的方式，带我们回顾了漫长的故事，给整个篇章做了一次总结。大和最终没有上船，让这个充满争议的篇章直到最后又留下了一个新的争议。下一期我们来聊聊和之国这最后的故事，大和到底为什么不上船？接下来的故事又会怎么发展？敬请期待。